留学7年的我刚下飞机就被病娇青梅绑架了，头套被摘下来的那一刻，我崩溃大喊：快给我再带回去！因为眼前这个女人就是个恶魔。柳如烟缓缓走到我面前，俯身捏住我的下巴，逃了7年了，这次就永远留下来吧。我有一个十分可怕的朋友，她叫柳如烟，长得漂亮，成绩优异，标准的别人家的孩子。如果她不那么偏执，或许我会喜欢上她。是的，她喜欢我，一种近乎变态的占有欲。她会收集一切和我有关的东西，对每一个接近我的异性进行恐吓警告，这就导致我在学校里几乎没人敢和我接近。我把这一切都归咎于柳如烟，我忍无可忍和她大吵一架，但是她却变本加厉。后来我为了逃避柳如烟出国留学，一走就是7年。随着飞机缓缓降落，我看着窗外熟悉的景色感慨万千，没想到这一走就是7年。7年啊，你知道我这7年是怎么过来的吗？那寡淡无味的白人饭吃了整整7年啊！我也想过自己做饭，但厨艺一言难尽。这次回国我要先好好的大吃一顿，烧烤、火锅、小啤酒我来了，光是想想就咽口水。都走了7年了，估计那个女人也早该把我忘记了吧。这次回来，要不就不走了。不走了，还是国内好。出了机场后，我打了一辆车，站在路口刷视频等司机来，不到1分钟，一辆车停在我面前。我去，这么快的吗？这国内滴滴都卷成这个样了吗？正当我疑惑的时候，眼前的车门打开，窜出来5个西装大汉。你们好。我后退一步，打了个招呼。我去，这几个哥们一看就不像啥正经人啊。方先生你好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为首的那个男人开口道：你们是谁？怎么认识我？我问完话没等他们回答，直接开跑。开玩笑，鬼才跟你们走嘞，得赶紧跑到人多的地方。想当年哥可是校运会短跑第1，这几个中年大汉体格这么壮，肯定跑不快，哈哈哈！吃小爷的尾气去吧。5分钟后，哥，轻点，疼！我被按在地上，双手被锁在背后，脸和大地来了个亲密接触。轻点，这是小姐要的人。好，头套给她套上。于是我眼前一黑，接着我2个胳膊被架起来抬进了车里。哎，哥们，你们抓我干啥呀？你们是要钱吗？这样，你给我放了，我带你去取钱，多少都行。一路上我喋喋不休，车内一片寂静，我甚至都以为这一群人是机器人。就在我迷迷糊糊要睡过去时候，司机猛地来了个刹车，要不是有安全带，我直接起飞了。紧接着车门被打开，我又被架起胳膊抬走。哎，我能走，我有腿，让我自己走。但是没人听我的话。哎呦，这都啥人啊？绑我啥话也不说。不过这应该马上就要去见幕后黑手了吧？到底是谁啊？我想了半天也没想起来自己得罪了谁，莫名还有点小期待呢。哒哒哒，一阵高跟鞋踩地板的声音由远及近。女人？哦对，之前说过是他们小姐要见我来着。那会是谁啊？不会是那个人吧？我心跳猛地加速，应该不会，都这么多年了，早忘了，肯定不是。突然我嗅到一股清香，味道好像有点熟悉，然后我的头套被摘下，我的眼睛猛地从黑暗环境到有光的地方有些不适应，我一下子闭上了眼睛。等适应过来后，我缓缓睁开眼睛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双雪白修长的腿，然后我抬头看见了一张绝美的容颜，美的令人窒息，仿佛一朵剧毒玫瑰，美丽又致命。我去，我浑身一阵僵硬，血液似乎凝固了般。快，头套给我带回去！我大喊，头赶紧低下，肯定是打开方式不对，怎么可能是他呢？哈哈哈，我是在做梦吧？对，我在做梦，这个梦还挺真实的。柳如烟俯下身子，一只手捏住我的下巴，强迫我抬头。跑了7年，终于舍得回来了，哈哈，也没那么舍得。那个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还有个课题没完成，要不你让我回去做完，咱再聊。我弱弱问道。这次回来就别想跑了，我可是专门为你打造了一座城堡呢。柳如烟手指缓缓划过我的脸颊，带来一阵冰凉的触感，你肯定会喜欢的。此时我才开始打量周围，这貌似是一座庄园内，房间宽敞明亮，布局带有一股浓厚的古典西式美学风格。透过窗户可以看到一片精心修剪的花园，正中央还有一个小型喷泉，并且我还一眼看到了许多监控设备。柳如烟，你知道这是犯法的，你现在放我离开，一切都还好说。呵呵，放你离开。柳如烟好像听到了什么可笑的话，她挥手让保镖退下，然后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，姿态优雅。你离开了我整整7年，你觉得我会让你再次离开我吗？看来你还是没明白为什么我当初宁肯出国也要离开你的原因。我不需要明白，反正你现在跑不掉了。她微微一笑，眼神里带着一丝疯狂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被柳如烟软禁在这一座豪华的庄园内。我仔细观察了这座庄园，庄园占地辽阔，主体建筑有3层。我的房间在2楼东侧最后一个房间，每天都会有女佣来打扫卫生送饭，他们从来不会与我主动说话。庄园内有保镖队每天巡逻，眼神锐利，行动一致，一看就是经受过专业训练的。我感觉自己好像一只被圈养在豪华鸟笼里的金丝雀，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，我必须要逃离这里。等我出国就不再回来了。世界这么大，柳如烟不可能再抓住我了。夜幕缓缓降临，庄园内却灯火通明。柳如烟坐在我旁边，轻轻夹起一块鲈鱼肉喂到我的嘴边，尝一下，你以前最喜欢吃了。我张开嘴巴乖乖配合，没办法，我没有拒绝的权利，这是经过无数次教训换来的经验。柳如烟笑了，美的动人心魄。她起身坐到我的腿上，将每一种菜品都喂我吃了一遍。亲爱的，我喂你吃饭手都酸了，现在轮到你喂我了。柳如烟依偎在我的怀里，可怜兮兮地看着我。我看着怀里小鸟依人的柳如烟，一时间呆愣了一下。虽说我不喜欢柳如烟，但不可否认的是她确实很美，美得无可挑剔。我美吗？她似乎很满意我的反应，指了指那份鲈鱼，我要吃那个。我拿起旁边一份新的筷子，想要给她夹菜，却被阻止。就用刚才那双，这不好吧？我都用过了，不行，就那双。柳如烟眼神突然变得一冷，环抱我的双手缓缓发力，这是她病娇属性要爆发的前兆。鬼知道接下来她会干什么。我用刚才我用过的筷子夹起一块鱼肉喂给她，得到投喂的柳如烟很开心，眯起了眼睛，将头靠在我胸膛上。我幻想这一天已经很久了。
方一，现在你终于可以永远留在我身边了。他语气激动，带着一丝颤抖，他把脑袋深深埋进我衣服内，贪婪地嗅着我的气味。刘小姐，叫我如烟。那个如烟，你要不要再试试那份鱼翅？很好吃的。我看着状态有些不对的柳如烟，赶紧转移她的注意力。你果然是爱我的，对不对？喂我。柳如烟抬起头望着我。快吃吧，等会凉了就不好吃了。我语气温和，揉了揉他的头发，为他盛了一碗鱼翅，然后一口一口喂他。他乖乖地坐在我腿上，虽然吃着饭，但是眼神一直没从我的身上离开过。别说，我们现在很像一对热恋情侣，但是只有我知道，我根本就不喜欢他，我更多的是畏惧他。吃过饭后，照例柳如烟来到我的房间，她换了一身黑色真丝睡裙，裙摆下那双雪白修长的腿分外吸睛，慵懒地倚靠在床头，拍了拍身旁的位置。我慢慢走了过去，然后侧身躺下。柳如烟见状笑了一下，然后我感觉后背一阵柔软贴了上来，她什么话也没有说，只是这样静静地抱着我。第二天清晨，柳如烟早就离开了庄园，她现在刚接手柳氏集团，很多事情需要亲力亲为，所以我也多了许多私人时间用来放松。我每天都在庄园里溜达，身边倒也没人跟着我，因为这里监控很多，围墙上还有通电的金属篱笆，每1小时一班巡逻队巡逻。至于监控，我发现了许多地方其实监控有盲区，只要合理利用这个时间差，我大概能有30秒的时间利用。我悄悄记了下来，有备无患嘛，说不定哪天就能用上了。但是我没想到机会竟然真的这么快就来了。喝了这杯水，早点休息吧。我拿起一杯温水递给柳如烟。好。柳如烟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，接过水喝光了。在床上，我主动将柳如烟揽在怀里。亲爱的，你的心跳好快。柳如烟贴在我的胸膛上，听着我的心跳。因为你在我身边啊。我温柔道，能不心跳加速吗？今晚就是劳资重获自由的日子。这几天一直下暴雨，巡逻队不会巡逻。而柳如烟刚喝的那杯水，我放了半颗安眠药，她醒不过来的。等12点一过，我就开始行动。轰隆隆，漆黑的夜里，不时传来阵阵雷声。柳如烟，亲爱的，我轻轻呼唤着柳如烟，但是她并没有醒来，沉沉的睡着，脸上还挂着浅浅的笑容。确认她不会醒来后，我悄悄地穿好衣服离开了卧室。黑暗的走廊静悄悄的，我蹑手蹑脚地来到储物室，打开上面的通风管道，钻了进去。这条管道可以避开监控，直接来到庄园后面。通道狭窄阴暗，空气里弥漫着灰尘的味道。我小心翼翼地向前爬行，心跳如雷。20分钟后，终于爬到终点了。我推开格栅，轻轻跳了下去，一切都很顺利。这些行动我在心里早已演练了无数次，每一处地方我都踩点了很多次。接下来就是最后一步了。我望向那面墙，高耸古朴的白墙上面缠绕着铁网，但是这一小段的铁网因为之前的雷暴天气损坏了，并没有通电。因为这几天一直在下雨，所以柳如烟还没来得及找人修。这个消息还是我前2天在厨房偷听到的。我嘴里咬着一个小手电，拆下几个葡萄架，做了个简易梯子，踩着将铁网剪断，然后将其丢了下去。坐在墙头上稍微休息了一下，我找好落脚点跳了下去。4米的高度对我来说并没有难度。出了庄园后，我大口喘气，拼命地向前奔跑。轰隆隆，一道闪电划过夜空，将整片天空照亮。我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，身后庄园在暴雨中静静地矗立着，宛如一尊沉默的巨兽，庞大的阴影将我笼罩住。对比之下，我像一只渺小的虫子。第二天，柳如烟醒来后照常想要抱我，她迷糊着伸出手向身边抓去，但这一次却抓了个空。一下子，她困意全无，一股不妙的预感在心底浮出。紧接着有人汇报，庄园后面一处墙上的铁网被剪断。方一，柳如烟眼睛变得冰冷，事到如今，她怎么不会知道我跑了？大龙，我需要你帮我办件事。柳如烟拿出手机，找到一个号码打了过去，帮我抓一个人。就在柳如烟疯狂发动人手抓我的时候，我已经改头换面的在一条小吃街上吃早餐了。我咬了一口小笼包，又喝了一口黑米粥。哎呀，好久没吃了，还是这个味道，真是怀念啊！我刷着视频，吃着早饭，感觉好像回到了上高中的那段时光，悠闲没有烦恼。吃完饭后，我找了辆车去高铁站，我打算先坐高铁离开L市，毕竟这边柳如烟随时都可以找回来。坐飞机太麻烦了，容易被发现，火车又太慢，思来想去还是高铁最好。等离开L市，我就立刻出国，一点反应的时间都不给柳如烟。出租车发动了没一会就停下了。怎么了？我疑惑地看向窗外，只见此时整条道路堵满了车，估计前面出事了。等等吧，一时半会走不了了。司机无奈道。我看了眼手机上的时间，现在已经11点半了，再不走就来不及赶高铁了。师傅，我就在这边下车了，我赶时间。结完账后我便下了车，向前看去一眼望不到头，这是堵了多长啊？不过好在这边离高铁站不远，走一会就到了。我挑了条没人的小径，一路畅通无阻。柳如烟肯定想不到我已经要上高铁了吧，估计此时正在无能狂怒吧。想想就觉得舒服，跟着导航转过一个转角，我突然感觉撞到了什么，抬起头来看到一个壮汉站在我面前。我说了声抱歉便绕开他，他没有说什么，静静地站在原地。就在擦肩而过的瞬间，我意识到了一丝不对劲，然而还没等我想明白，我就觉得眼前一黑。是他吗？对，就是他。靠，又被绑了。柳如烟竟然在我手机里装了定位器，出逃不到1天的时间我就被抓了回去。我被带回庄园后，柳如烟出奇的平静，她什么也没说，只是默默升级了对我的看护。庄园的各个角落都被安装了监控，巡逻队增加了巡逻次数。我被禁足在卧室，一旦离开卧室便有女佣跟上，她从不与我交谈，只负责监控我。我知道这些变化的原因，我的逃跑打破了柳如烟的幻想，让她看清了我内心深处仍旧还在抵触。我之前的一切温柔都是为了逃离而伪装出来的。她生气了，或者说受伤了，这让她感到愤怒和挫败，于是她放弃了改变我的内心，而是将我当作她的所有物，牢牢地锁在这座豪华的庄园内。1周后的一个下午，柳如烟终于再次出现在我的房间，她看起来有些憔悴，眼下的黑眼圈即使用精致的妆容也难以完全掩盖。你想离开我？她说。
说，语气平静的可怕。我只是想要自由，自由。他笑了，那笑声中有一丝苦涩。自由是需要代价的，你知道外面是什么样的吗？一个被金钱和利益支配的世界，充满算计和背叛。你太单纯了，方一，只有我能够保护你。闻言，我冷笑道：保护？把我像一只畜生一样圈养起来吗？我怎么样和你无关，你无权插手我的人生。他的表情变了，从平静变为愤怒。我为你准备了最好的食物，最舒适的居住环境，所有你喜欢的书籍和材料，我可以给你任何你想要的东西，除了离开。我想要的是选择的权利。选择。他走近我，眼神锐利。选择被那一群庸俗的人同化，选择为生计奔波，选择离开我。这句话让我愣住了，随后我更加愤怒的反击。没错，我未来如何是我自己的事。柳如烟，你关不住我的，让我留下的方法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死亡。我彻底和柳如烟撕破脸，放下了往日的伪装，将那些恶毒的言语尽数扎在柳如烟的身上。她愣在原地，许久不说话。我只想要你留下，我可以给你一切你想要的。她轻喃，伸出手，想要触碰我的脸，但我后退了一步。她的手停在半空中，然后缓缓放下。你会明白的。她转身离开，留下我一个人站在空旷的房间里。之后许久时间，我都安静地待在自己的卧室，每天最多的时间就是看着被锁死窗外的天空。我仿佛失去了灵魂，变得沉默寡言。直到那一晚，我站在洗漱台前面，看着早已被拆除的镜子，露出白净的瓷板。我明白了柳如烟在害怕什么，她怕我真的伤害自己，从而失去我。突然，一个可怕的想法在脑海里生成，我还有一件事可以自己决定，那就是死亡。这个想法一旦出现，就像藤蔓一样缠绕着我的思绪，逐渐占据了我的大脑。我开始寻找机会，尽管柳如烟各方面都做得很严密，但总会有疏漏。还有一个地方被柳如烟遗漏掉。我将床头灯的电源线拆开，找到了可以导电的金属部分。柳如烟离开后，我吃完女佣送来的饭菜，等她收拾好后，我开始实施计划。等下次检查时要半个小时后，而这半个小时就是我的机会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最后看了眼窗外的天空，灰蒙蒙的，难看的要死。随后我将手按了下去，启动开关。一瞬间，电流通过了我的身体，剧烈的疼痛传遍了全身，然后就是一片黑暗。咚，一切都可以结束了吧？再次醒来时，我闻到消毒水的味道，视线模糊，我看到一片白色的天花板和悬挂的点滴瓶。我转动头部，感到一阵剧烈的疼痛，然后我看到了柳如烟，她坐在床边，眼睛红肿，脸色苍白的可怕。看到我睁开眼睛，她立刻扑了过来，双手颤抖地抚摸我的脸。你醒了，太好了。她的眼泪滴在我的脸上，滚烫的。为什么？她的声音破碎不堪。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你就这么讨厌我吗？我想说话，但喉咙干涩，发不出声音。她立刻意识到，小心翼翼地拿起杯子给我喂水。不要说话，医生说你的声带受了损伤，需要时间恢复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柳如烟几乎寸步不离，她亲自喂我喝水、吃东西，为我擦拭身体，陪我度过漫长的黑夜。她的眼中不再有那种狂热的光芒，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恐惧和悲伤。1周后，我已经可以坐起来，声音也恢复了一些。让我走，我沙哑地说。柳如烟沉默了很久，然后点了点头。好，我以为自己听错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好。她站起来，背对着我。如果你真的这么想离开，我不会再拦着你。等你完全康复，就可以离开。她的声音平静，但肩膀微微颤抖。我不知道她为什么突然改变主意，但我不想放过这个机会。又过了半个月，医生宣布我可以出院了。柳如烟带我回到了庄园，但不是之前的房间，而是一个普通的客房，门窗可以随意打开，你可以随时离开。她说，但我希望你能再待几天。我有件事要告诉你。什么事？她把手放在腹部，那个动作让我意识到了什么。我怀孕了。我的大脑一片空白。这怎么可能？在你逃跑前1周，我们一起吃饭，你喝醉了，你不记得了吗？我努力回想，确实有一个晚上，柳如烟带来了一瓶红酒，说是庆祝我的适应。我为了维持伪装，喝了不少。之后的记忆很模糊，只记得第2天醒来时头痛欲裂。这个孩子是我的。是的。他的眼神坚定。我知道你现在不相信我，也不想要这个孩子，但是至少等到确认。我已经安排了医生，明天可以来做检查。我同意了，不是因为我相信他，而是因为我需要确认，如果她真的怀孕，而且孩子是我的，那我该怎么办？第2天，医生来了，一位看起来值得信赖的中年女性。检查证实了柳如烟的说法，她确实怀孕了，大约8周。更让我震惊的是，医生私下告诉我，根据柳如烟的医疗记录，她有子宫内膜异位症，怀孕对她来说是医学奇迹，很可能也是唯一的机会。柳小姐的身体状况，如果这次流产，可能再也无法怀孕。医生严肃地说，我知道你们之间的情况，但作为一个医生，我必须告诉你这些医学事实。那晚，我失眠了，我的心中充满了矛盾。一方面，我仍然想要自由；另一方面，我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责任感。这个孩子是无辜的，一股莫名的责任感突然出现，令我不得不留下。几天后，我做出了决定，我会留下来。我对柳如烟说，直到孩子出生之后，我们再谈。她的眼睛亮了起来，但很快又暗淡下去。只是因为这个孩子吗？目前是这样。她点点头，似乎接受了这个现实。决定留下来后，我的心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我不再是纯粹的囚犯，而是一个等待孩子出生的准父亲。柳如烟也变了，她不再试图控制我的一举一动。庄园的限制逐渐解除，我可以自由地在花园散步，可以去书房看书，甚至可以要求外出，只要有人陪同。我们开始像一对正常的准父母一样相处，我们一起挑选婴儿用品，讨论名字，参加产前课程。柳如烟的孕期反应很严重，经常呕吐、头晕，但她从不抱怨。有一天深夜，我被隔壁房间的声音吵醒，走过去一看，柳如烟正蜷缩在床上，脸色苍白，额头上满是冷汗。怎么了？胃痛？老毛病了。
他露出牵强的微笑。我给他倒了温水，找来了医生开的药。他吃完药后，我坐在床边，不知道该离开还是留下。可以陪我说说话吗？他轻声问。随便说什么都好。他疲倦的眼睛望向我，带着一丝渴求。本想拒绝的话到了嘴边又咽了下去。于是我搬出一张椅子坐在床边，我讲起了在德国的生活，讲我刚去白柳在街道上看到的趣事，讲我上课时偷偷带零食吃。我将自从回国后憋的话全都说了出来，就连我自己也没发现。在诉说的时候，我是一直在笑的，这是自从我来到这里从未有过的。他静静地听着，眼神逐渐柔和。方一，对不起。柳如烟突然说，我从一开始便错了，你并不属于我的私有物，你一直都是自由的，而我却妄想将你牢牢束缚在身边，将你越推越远。很抱歉，我沉默了。我从未想过有一天柳如烟能够亲口对我说抱歉。这些天的相处，我也发现柳如烟确实改变了，不是表演，而是发自内心的改变。只是这些来得有点晚了。我起身看向窗外，漆黑的夜空，几颗零星的光点在闪烁。或许我可以试着接纳一下柳如烟，即便这份风险很大。那晚的谈话是我们关系的转折点，我不再把她看作一个疯狂的绑架者，而是一个有着复杂情感和深刻脆弱的人。随着时间推移，我们之间的互动变得更加自然。我们一起在花园散步，讨论建筑设计的理念，甚至开始合作设计婴儿房。这里应该有一面落地窗。他指着设计图说，让孩子能看到花园，看到四季的变化。这个结构不够稳固。我指着他的设计方案说，但这样更美观。他坚持，我们可以用材料弥补强度问题。最后我们找到了折中的方案，结合了美观和实用。完成后，我们相视一笑，那是一种奇妙的默契。随着柳如烟的肚子越来越大，我发现自己对她的关心也在增加。我开始担心她的健康，提醒她按时休息，为她准备营养餐。这些行为起初是出于责任，但渐渐变成了习惯。一天下午，我们在花园喝茶，她突然说，你知道我最喜欢什么时候吗？什么时候？现在。她抚摸着自己的肚子，还有这个小生命，虽然情况并不理想，但这是我人生中最平静的时刻。我看着阳光下她的侧脸，突然意识到，这个曾经囚禁我的女人，此刻显得如此柔和，真实。我也是，我轻声说。她转过头看我，眼眸中闪烁着泪光。那天晚上回去后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中我没有出国留学，而是和柳如烟一起上了同一所大学。我们不再是敌视的关系，而是一对情侣。我们手牵手走在铺满碎杨的小路上，探讨着未来的生活。微风带来一片落叶，我很自然地伸手为她拾去那片树叶。梦醒来时，我感到一阵失落，随后是困惑和不解。我的心里难道已经开始接纳柳如烟了吗？我会爱上她吗？这个曾经囚禁我的女人。情感不会按照既定的剧情发展。随着时间推移，我发现自己的目光停留在柳如烟身上的时间越来越多。孤独的夜晚，我会不自觉想起柳如烟的面庞。6个月时，我们一起去医院检查，医生告诉我们孩子很健康。柳如烟高兴地抱着我，几乎要哭出来。我则是感到一股从未有过的嫉妒。我即将要成为一名父亲了，我想给我们孩子起一个名字，就叫方晨，怎么样？晨光的晨，象征着光明和希望。我点头同意，主动伸手抱住他娇小的身子。方晨出生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，生产过程很顺利。当护士把那个小小的生命放在柳如烟怀里时，我们都哭了。她那么小，那么完美。抱着女儿的那一刻，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爱，不仅是父爱，还有一种更深刻的情感，对这个新生命的责任，对柳如烟的感激，对我们这个不寻常家庭的承诺。她很可爱。柳如烟轻声说，眼中充满泪水。像你。我回答。坐月子期间，我承担起了照顾柳如烟和宝宝的责任。我学会了换尿布、喂奶、拍嗝，虽然一开始笨手笨脚，但渐渐熟练起来。有一天晚上，宝宝哭闹不止，我怎么哄都没用。柳如烟从床上起来，接过孩子，轻轻哼唱着一首柔和的曲子。奇迹般的，宝宝安静下来，渐渐入睡。你从哪里学的这首歌？我惊讶地问。因为这首歌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一首。他抬起头微笑地看着我，并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。每个母亲都有自己的魔法，很幸运，他也喜欢这首歌。我看着他和孩子，心中的情感终于明朗。是的，我爱上他了，不是出于责任，不是出于习惯，而是真正的爱。我爱他的坚强和脆弱，爱他的才华和执着，甚至爱他那些不完美的、近乎疯狂的部分。柳如烟，我轻声说，我爱你。他愣住了，然后泪水涌出。你说什么？我爱你。我重复道，这一次更加坚定。虽然我们的开始并不完美，但是我希望我们可以一起塑造一个更好的未来。1年后，我们在庄园举办了一场婚礼。那座我曾经无数次想要逃离的地方，如今处处装点着百合。漆黑的铁门上挂满了彩纸和气球，高耸墙顶上的铁网早已被撤走。柳如烟身披洁白婚纱走来时，阳光穿透晨雾，为她镀上了一抹柔和。我牵起她的手，走过漫长的红毯。当神父询问誓言，我们的目光在空中交汇在一起，彼此相视一笑，共同说出了那3个字：我愿意。